这一期啊，又是一个续集啊，主要回答上一期在比较了保健品和非处方药哪个性价比更高之后，涉及的一些新问题，比如药品的标准一定高于保健品吗？以及要如何识别那些割韭菜的保健品。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我是课代表 Tim，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网址是 livepluscanada.com。那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呢，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另外，我们还在屏幕的右上角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通过微信与我们联系。药品级的质量一定好过保健品级吗？这个问题呢不大容易回答，可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实，在加拿大是没有药品和保健品这个区分的。这点呢，不像在中国，非处方药会有一个 OTC 的标识，而保健品会有一个蓝色健康食品的标识，大家也管它叫小蓝帽。加拿大呢只按成分来管理，比如产品原料当中包含维生素 C 的话，无论你是药厂还是保健品厂商，都要申请统一的 NPN 号码，不会有国内 OTC 和小蓝帽的区别。所以你像易满喜这种维生素 C 的泡腾粉，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厂商辉瑞公司的产品。同样属于辉瑞的还有国内比较流行的善存系列。其实药品也好，保健品也好，最重要的呢是生产标准。目前通用的标准是 GMP， 翻译过来叫良好生产规范。这个规范最早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目的是让企业从原料、人员、设备、生产过程、包装运输、质量控制等方面按照严格的规范进行，以确保最终的产品都能够保证质量。目前在中国大陆 GMP 标准是制药厂的强制要求，但保健食品通常不做强制要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药品级比保健品级更有保障的说法可能是对的。但在加拿大 GMP 标准其实已经应用到保健品的领域里了，也就是说加拿大市面上所有销售的保健品也必须要满足 GMP 的生产标准。换句话说，是和药品用一个标准生产制造的，也就不存在谁比谁高的问题了。反而实际情况下，因为一些大众广谱药物生产出来的首要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人都用得上、用得起，所以工艺上，尤其是辅料上，会更倾向于怎么节约成本怎么来。所以像人工色素这些一般也都不会刻意禁用，反而是保健品，因为市场定位不同，像一些功能医学使用的专业品牌，应用对象是慢病人群，这些人呢过敏源比较多，因此对产品纯净度的要求更高。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一些专业品牌也会用更严格的标准去生产人工色素、工业硬质酸镁，这些肯定是找不到的。检测的工序也更加繁琐苛刻，那价格呢自然也会高于大众化的产品。当然咱必须承认啊，哪个行业都有心术不正的害群之马，保健品呢可能也还真是重灾区。那如何鉴别这些害群之马呢？课代表在这里和你分享几个心得。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基本原则，保健品不是药，所以过分强调治疗的你都要多留一份心眼儿，尤其是用户评论里排着队把疗效说得神乎其神的，更是大概率刷出来的评论，好让你去下单的。要知道一些特殊领域，比如癌症，能对20%的病人产生正向作用，有时候就可以通过评估，在特定条件下去使用了。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比如说失眠啊，如果真的有一个特效成分，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么多人失眠了。恰恰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而且个体差异极大，所以每个人适用的产品才会不同。其次，一些故意把成分说得很神秘的，或者反复强调自己创新成分的，要多加小心。保健品原料领域其实是非常透明的，每年的新原料，尤其是经过官方审批、安全性和效果都有官方认证的并不多，而且越是大的品牌越是谨慎。拿 NMN 举例，微信朋友圈里传李嘉诚等富豪们都指着这个东西长生不老好多年了，但加拿大卫生部直到2023年上半年才批准 NMN 上市销售，而且上市之后呢，加拿大主流厂商推出产品的价格直接定到了之前国内主流平台售卖价格的1/3，甚至更低。很多人可能说了啊，新药上市卖的也很贵啊，但药品的上市流程和保健品可完全不一样。现在的美国，一个药物从3期临床实验到最后通过 FDA 的审批，通常要花8到10年，资金投入更是轻轻松松就要10亿美金起步，这些费用都需要在专利保护期内收回，所以一般新药都有一个专利保护期，也就是只有最先发明的能生产，而且价格也是远远超过生产成本的。但保健品不一样，一旦一个新的原料被生产出来，
任何品牌都可以从原料厂商采购，剩下比的就是讲故事的能力和胆儿大胆儿小了。举个极端的例子，你如果在美国找到了一个原料厂商，只要愿意出钱，就可以让他们帮你代工一个产品，然后直接就在你能进入的渠道上开始销售。因为在美国，一个膳食补充剂上市销售并不需要任何机构的批准。这种情况在加拿大略有不同，因为凡是能在加拿大本地市场销售的，必须从加拿大卫生部那里提前申请一个8位数的 NPN 号码。有一些厂商呢，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干脆也就不在加拿大市场上销售了，而是专门卖到加拿大以外的市场。这也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假洋牌和白牌产品的由来。当然，也不是说这些假洋牌和白牌产品都是假冒伪劣，因为只要符合 GM 标准的工厂，严格按照 GM 标准进行生产，质量呢是会有保证的。像中国消费者非常认可的 Costco 出售的 Kirkland 品牌的产品，也全是由第三方厂商代工的。但毕竟有比较大的信息差存在，所以本来市场价格是100块钱的东西，化妆包装一下就卖你个1000块，各种割韭菜、鱼龙混杂的骚操作也就非常容易滋生了。说来说去，在保健品领域，学会看配料表是第一位的，因为配料表不骗人。当然，连配料表都做假的除外。看配料表是什么成分，不要被宣传的功效蛊惑。接着去找一个能逐步了解、熟悉直到信任的品牌，是最好的防止被收智商税的方法。毕竟在市场上有一定年头的产品、品牌，价格、品质、效果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那如果价格品质有问题，也早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课代表一直鼓励大家在选用一款产品之前多做功课。很多人加了我们的客服微信，上来就问给我推荐一款护肝的。老实说，这个问题和快告诉我怎么才能让我变得更有钱性质差不多。你但凡花一点时间做功课，问出来的问题可能就会是我48岁了，老喝酒，3个月查出脂肪肝，有什么营养素是可以改善我这个情况的。相信你也不会怀疑这样的问题会得到针对性远远更强的答案。说到底，保健品起的是补充作用，你的健康呢不仅仅和你吃了什么产品有关，还和你的健康理念、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息息相关。你对自己了解的越多，你的健康改善方案才更可能起作用。如果你整天抽烟喝酒、熬夜蹦迪，那吃多少护肝片也是无济于事的，对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这个频道呢，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欢迎关注、点赞，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vepluscanada.com，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想提醒您的是，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